4.3的卡池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灵华还值得抽吗？将军要不要抽2命啊？等等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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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所以这一期宏观抽卡策略，从角色的功能还有原石的规划等角度呢，来分析一下这个4.3的卡池。从质量上来看，这期卡池的角色呢都还是挺有诱惑力的，但往往就是这样良心的卡池会让玩家管不住手。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先提一下，4.3之后就是4.4海灯节了。那么为什么要说海灯节呢？因为在一年当中4季度的这个节点，历来是原神流水最高的时候，这就说明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不管是消费能力还是消费意愿，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所以商家在这个阶段一定也会有销售的意图。那么如果我是商家，从现在开始我就会逐渐去预热这次年底的大促了。因此卡池变得良心，不是良心发现，神连着复刻的，也不是平白无故的。那么考虑到这层4.3的原始规划，就是要把4.3和4.4看成一个大的卡池，然后去判断自己持有的原石数量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抽卡需求。当然我们做这个规划是因为原石有限，如果一个玩家能够通过氪金去随心所欲的开销，那也就不必做规划了。而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看4.3的5位角色，从功能性的优先级上，我觉得将军加夏沃磊的池子是最值得没有将军或者将军在1命的玩家下场去参与的。首先将军0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前台充能驾驶员，自身带霸体加全队回能加战绩给全队大招增伤，这让他所在的队伍输出循环是非常流畅的。虽然现在存在着新角色启动成本低，大招伤害呢占比下降，有绕开将军的趋势，但是将军依然能够去盘活足够多的角色，而且绕开的目的是为了让将军不冒头，不强势的压倒新角色，而不是刻意的去打压将军。那么凭借自身的这些功能性，能够打直伤，能够打武装，能够去加入种门，0命的将军从性价比上来看呢，应当是这期卡池最高的角色。然后将军的2命是一个氪金性价比很高的命座，对于氪金玩家来说是有诱惑力的，但是从0命投入到2命的资源，在当下去对比新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新角色，这个投入和收益呢也并没有一骑绝尘，而且直接从0命抽到2命风险是比较集中的，你有可能用3抽出2命，也有可能是400抽出2命。在当下枫丹角色其实都不怎么缺伤害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2命就更适合已经有1命的玩家去补。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性价比的思路。如果说现在手里有将军，那么最晚也是3.3入坑的玩家了，这一年下来呢，将军对于自己的账号是什么程度的存在，应该说玩家是有自己的判断的。所以基于这种判断，如果是一个非常喜欢将军的玩家，我觉得冲就完事儿了。而对于纯粹被强度迷惑的玩家，2命将军的强度确实很美好，但要清楚这是强度舆论带来的一种倾向。举个例子，如果将军和纳维莱特一起复刻，那么1命的龙王和2命的将军你会怎么选呢？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想抽的不是某个角色的特定命座，有的玩家就是单纯想抽一个更强的角色而已。那么如果是这种想法，未来会不会有更强的角色？会不会有更值得花这些原石的角色呢？著名的投资人宁光也说过，就算古玩价值连城，给人的快乐也只有刚拥有的一瞬。然后将军之后是夏沃磊，那首先考虑的是夏沃磊正好在将军的卡池里，所以不管是玩家去捞夏沃磊出了将军，还是捞将军出了夏沃磊，这都是一笔稳赚不亏的买卖。而且我猜测夏沃磊的下一次陪跑大概率就是在林尼复刻的时候，所以呢，想抽夏沃磊这个池子是绝对值得下的。只要玩家的大保底不是预定了其他的角色对于不要为了4星下池子的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不具体细分账号所处的阶段，单纯的一刀切，那么抽4星角色就变成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的。当然如果你抽夏沃磊他死活不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执着。作为一个4.3上线的新4系，它的陪跑也会来得比较快。其次我们回到夏沃磊本身的功能性，它作为游戏中唯一的超载奶管，对于游戏新鲜感的提供是很大的，能够盘活很多角色，并且会带来新的玩法。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未来这条超载的赛道上不存在新的角色呢？比如说克洛林德我对他的判断就是一个前台巨变反应驾驶员。所以夏沃磊被放在下半的这个池子里，这种安排既借雷神之势，又参与了一手 2.0 时期就有的烟花武装，目的性是很强的。
接着我们说到林华，林华这个角色呢，这次和申鹤分开走。那么你们觉得在海灯节复刻申鹤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用比较保守的方式去揣测，4.4他就复刻申鹤了。那么玩家手里的原石能不能拿下神礼加雾切加一命申鹤的组合呢？我觉得这是冲着神礼灵华强度去抽卡的玩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灵华这个角色，或者说他这个体系，在氪金上的潜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很多玩家抽到灵华的时候，他去想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去抽神鹤万星？这就像是什么呢？给自己背上了一个30年的房贷，每一次这几个角色复刻的时候，你都会纠结，都会犹豫要不要抽。所以我觉得不如把灵华放到一个 XP 的角度上去看它，作为一种 XP 的选择，因为只有 XP 玩家可以不在意角色的极致强度，只有 XP 灵华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玩法，否则作为一个只跟着主流强度走的玩家，你现在去抽灵华能感受到的更多是限制，然后投入资源大所以 XP 抽卡永远不亏嘛。那么萧公就是这种情况，虽然在设计上在强度上萧公有很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萧公其实一直在喝汤，而且萧公是全游戏除了神唯一有第2张传说任务的角色，并且这个传说任务的质量真的是让所有的厨子都眼馋。所以萧公这个角色，我个人感觉他在人设上延伸出来的文化属性其实已经强于他本身强度的这个属性了。在游戏中这么多角色里面他的人设绝对是 T0级别的，有梗有剧情，人设好。最后纳维亚一句话，抽新不抽旧就可以概括了。他和夏沃蕾一样，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新。玩游戏不图新鲜感，图的是什么呢？哪怕是最铁血的强度党，他都在期待下一个新的超模的角色，他都在期待自己刷了这么长时间的圣遗物数值上有没有提升。所以不管是期待新的 XP 角色，还是期待新的超模角色，新鲜感一定是让玩家能持续玩下去的动力。那么如果从角色的设计上去看，纳维亚是一个更偏向于前台的主 C， 或者说是结晶盾的驾驶员，那么这个定位就让它没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而作为一个盐元素，对于结晶盾的利用并不是我们之前期待的那样去盘活整个体系，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利用，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设计。所以不抽纳维亚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只关心强度的话，它和枫丹其他攻击力模型的主 C 相比，也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只能说它利用了结晶盾，让它在拥有了伤害的同时又有了抗打断，在战斗中呢会相对来说更从容一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新设计的角色，它一定是更适配新的战斗环境的，这点呢还是让它有别于老角色，让它在这个卡池里有一些小优势。尤其是对于新人玩家来说，抽一个老角色的培养成本一定是大于枫丹新角色的，当然草元素体系除外。那么综合看下来，抽这个卡池的同时呢，最好也给未来留下足够的原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抽角色的灵命，将军的性价比最高。有一命的将军补2命是合理的，有0命的灵华去补雾切也是合理的，去将军的池子里面捞夏沃蕾是合理的，想要新鲜的体验，抽纳维亚是合理的。当然了，对于能毫无顾忌投入资源的玩家来说，怎么抽都是合理的。好的，那么这期4.3的卡池分析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